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我们马上来看联准会的最新消息。首先的话呢，在2025年1月29号，联准会的第一次 FOMC 会议的利率决议已经出炉了。那这次的会议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那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4.5%。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自从2024年9月份联准会开始降息以来，这一次呢是首次停止降息哦。那我们来看这一张图，你可以发现到在2025年1月29号，就是联准会公布利率的前后几天，美国的长天期公债 ETF TLT 它的价格是有呈现上涨的一个行情，大约是上涨了 3% 左右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这主要是因为市场投资人对停止降息的预期和实际政策之间呢是有一个落差，因为先前投资人担心呢 Fed 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鹰派，甚至呢可能会停止降息转为开始升息，但是呢实际公布出来的结果是维持利率不变。虽然维持利率不变对于降息来讲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么的紧缩。那这个结果就由于之前市场先前的最坏的预期，就是升息的这个预期，这就使得债券市场松了一口气，然后价格就因此出现反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公布最新利率之后，联准会官员对这次利率决议的看法。那第一位官员是联准会的理事，他是蜜雪儿波曼，那他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就表示呢，等到通膨再度出现明显回落的迹象后，我才会考虑对联邦基金利率做调整。那他这边所说的调整就是下调。那他又说呢，当前的利率水准是否真正抑制了过热的经济呢？因为就我观察，美国的经济依旧十分的强劲，股市依然高涨。那他这边所说的股市呢，就是美国的大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盘 S&P 500指数呢，它在过去这一年的绩效呢是上涨了 22.15%。大家知道吗？ S&P 500指数在过去100年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约是 9% 到 10% 之间，但是呢它在过去这一年它的绩效就来到了 22.15%，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联准会呢，他们是决定要压抑通膨，那压抑通膨的状况之下，就是要有一个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就会使得经济跟股市照理来讲应该要呈现一个比较缓和，甚至是一个下跌的状况。但是呢，美国的股市在过去这一年竟然呈现一个非常高涨的一个行情哦。我真是猜不透你啊！所以呢，蜜雪儿波曼他对这个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啊。那他又表示呢，我担忧过去一年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可能已经导致抗通膨的进展停滞不前。那 Kevin 觉得呢，他的这次的发言就是一个观望，而且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他对于是否要继续降息是保持非常大的怀疑。他认为呢，必须要确定通膨真正的有开始下降，就是他的数据真的有开始明显的下降，才应该再继续考虑是否要进行降息哦。那我们就来看美国的通膨现在状况到底是如何，让他感觉到这么的担忧。那我们就来看扣尔 PC 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它在2025年的1月31号，它的公布值是来到了 2.8%。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虽然呢1月31号的公布值是 2.8%， 好像是维持不变相对于过去3次，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2024年的6月份，你可以发现到这个趋势是呈现一个逐渐上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 Kevin 自己的看法是，我对美国通膨是否真的有持续的下降，我是抱持的非常高度的怀疑啊，因为这个趋势显示呢就是没有。但你的看法是如何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那第二位是美国的新任总统唐纳德·约翰·川普。那在2月2号，川普就对记者表示呢，我并不感觉到惊讶，目前维持利率不变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川普的这次表态呢，其实跟他过去一贯的要求联准会要降息的这种态度来讲，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呢，川普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啊，他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膨，所以他觉得这种状况之下，联准会呢应该不用再继续降息了。因为如果联准会降息，他又祭出关税政策，可能就会使得通膨大幅的反弹。
所以呢，他觉得现在联准会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利率的状况，他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哦。好，那接下来这一位是联准会的副主席，他是奥斯坦古尔斯比，他是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表示呢，我仍然认为呢，对经济所施加的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会逐步的降低，这是最有可能的状况。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急于改变当前的政策立场。那副主席的这一段话呢，其实它有一个含义啊，他觉得现在的政策是有紧缩的一个状况。那 Kevin 对副主席的这一段谈话呢，其实我发现到他的态度呢，跟前面的这位官员蜜雪儿波曼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表示呢要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哦。那他的看法是觉得现在的政策已经足够紧缩了，然后它的紧缩程度会随着时间呢逐渐的放缓所以呢才不需要降息。那蜜雪儿波曼呢，他则是认为现在的政策不够紧缩，所以呢不能降息。虽然这两位官员他们做出来的决策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核心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哦。那副主席他在后面又补充，经济预测向来是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除了常规的经济预测的不确定性之外，还有新政府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那他这边所说的新政府的政策，就是指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经济的不确定影响。所以他这边呢，其实还有打一个叫做预防针，就是他现在对经济的预期呢，其实呢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他自己也不是非常的肯定哦。那他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呢，他们就是保持利率不变。那 Kevin 觉得，虽然他们没有进行升降息，好像没有做任何的选择，但是其实维持利率不变也是一种选择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现在市场利率的预期。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在2025年3月19号是不会降息的，几率是高达了 84%。那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在2025年最快降息的时间应该是落在6月18号。那目前呢，降息一码的几率呢是高达了 83.2%。然后到年底2025年12月10号的时候呢，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应该还会再降息一码，会来到 3.75% 到 4% 之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债以及债券 ETF 在1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那这次的美债 ETF 呢，总共有19档。那这些 ETF 当中呢，有一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就是 00967B 的元大优息美债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那近世纪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的 ETF， 再来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那这两档 ETF 呢，他们的近世纪殖利率都有高达 5%。那在1月份的月含息绩效表现最优异的几档 ETF， 全部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 ETF。那长天期的美债 ETF 呢，他们的绩效都是属于负增长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2025年在6月份的时候呢，才会降息一码，然后2025年整年度呢，只会降息2码。这个降息幅度的大幅的缩减这就使得债券投资人认为长天期的美债 ETF 在2025年应该没有什么赚价差的空间，然后就会卖出离场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在1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在上面有标注一个月的一个符号，那这个月的符号就表示这几档 ETF 它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那其中有一档 ETF 是 00980B 的台新特选 IG 债10加 ETF。那这档 ETF 是在2025年1月13号才成立的所以呢它是最新的一档 ETF 哦。那近世纪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9%。那第二名的话呢，分别是 00933B 的国泰10加金融债 ETF， 以及 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它们都是 6.3%。那月含息绩效表现最优异的几档 ETF 几乎都是属于非头等债 ETF， 那只有一档 ETF 00775B 的星光头等债15加 ETF， 它是属于头等债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券 ETF 在1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美债 ETF 当中呢，净值规模最高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3055亿台币。那第二名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2520亿台币。那净值规模月增最多的是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是来到了13亿台币。
那受益人数目前最多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是来到了395173人。那第二名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301520人。那受益人数月增最多的竟然不是最热门的这几档 ETF，而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是增加了1239人。那第二名则是 00864B 的中信美国公债0到1年的 ETF。那第三名则是 00697B 的元大美债7到10年 ETF。你有没有发现到受益人数增加最多的这3档 ETF 全部都不是属于热门的 ETF。热门的 ETF 的话呢，都是那种 00679B、00687B 或者是 00795B， 但是呢，他们的受益人数在1月份的时候呢，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这几档 ETF 它是呈现上涨。那这几档 ETF 呢，他们也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 ETF， 所以这边呢又呼应了我前面所讲到的一个观念，那就是2025年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美债以及债券 ETF 他们赚价差的空间不多，所以呢他们更趋向于保守的领高利息。那如果你要领高利息，其实投资短天期的美债就可以领到不错的利息，因为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比较高，那短天期的美债呢它也可以提供比较不错的一个利息，再去加上呢他们的波动性，短天期美债的波动性呢是比较小的，相对于长天期的美债，所以就有非常多的投资人改来投资短天期的美债 ETF。那 Kevin 自己的话呢，都是直接去投资短天期的美债，我不是投资 ETF， 我是直接去投资短天期的美债。因为如果直接投资短天期的美债的话呢，它是持有到期可以拿回固定的本金还有利息，这样子的话呢，我是完全不用去承担市场上债券价格的波动。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投资美债呢？你可以看我上面的这期影片，那我有教大家如何花$1000就可以开始直接投资美债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在1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首先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是来到了2614亿台币，它已经是台湾所有美债以及债券 ETF 当中净值规模第2高的 ETF。那新成立的 ETF 00980B 的台新特选 IG 债10加 ETF， 它的净值规模是来到了22亿台币。那有2档 ETF 呢是要注意的，分别是 00793B 跟 00790B， 这2档 ETF 呢，他们的净值规模已经低于了台币2亿。那这边的话呢，可能会面临下市的风险，大家要特别谨慎哦。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是来到了329304人。那月增人数最多的第一名则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那受益人数增加第2名的是 00980B 的台新特选 IG 债10加 ETF。好，这档新上市的 ETF 呢，它的受益人数是增加了4610人。好，那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栏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下载咯。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不错，你可以不用。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点写任何字。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